今天想要跟各位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只会做正颌手术？1年后见。有事找医师，没事找知识，欢迎收看白灯诊疗室。大家好，我陈瑞峰医师。今天想要跟各位谈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就是我到底是不是只会做正颌手术？听说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问说，我是不是只会做正颌？连我的护士都会问我说，是不是只会做正颌？其实讲实话，我除了正颌之外，我也是会吃饭聊天的。可是，因为我们是整形外科医生啊，所以其实你问我的话，其实眼睛、鼻子、抽脂我也是略懂。除了正颚之外，削骨也是一个我常碰到的手术的项目。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会想说我是不是只做正颚？我在想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很爱写文章，那我文章里面我很爱聊的其实是正颚手术。我觉得原因是因为正颚这个族群跟削骨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正颚其实有一大部分的病人他是有功能上的问题，那这一类的病人其实常常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一些心理上的状况。对我来讲，我会觉得我更像好像是一个医生、一个侦探去探索这方面。那削骨其实也是我自己很有兴趣的一块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其实我会把正颚跟削骨放成同一块里面。所以其实讲实话，我看每个病人，我的脑袋可能都会把正颚跟削骨放在一起去评估。不敢讲说我自己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厉害，我只敢讲说这都是我非常有兴趣。那我会花我一辈子的时间想去把它研究到一个很透彻的地步。因为其实可以削的骨头包括颧骨跟下颌骨角，那有些人是因为觉得自己的骨角看起来太大想削骨，可是有一些病人他其实不会觉得自己的骨角很大，他只觉得他自己整个脸都很大。那这一类的病人，其实当我们做完电脑断层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看到的现象是，他的骨骼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个角那么大，它是那个架子大，或者有时候甚至是他的肉比较多。削骨一定还是有它的效果，可是那个效果可能不一定是病人想要的。那在早期的时候，我大概就是一个 X 光片或者一个电脑断层，那去跟病人解释说，哦，因为你的脚就是这么大，那最多的改变就这样子。那病人可能听了也是没办法完全 catch 到我的想法。那我现在比较习惯的方法是，病人做完电脑断层之后，我们会利用一些模拟的方式。如果我真的修的话，手术效果会到哪里？那如果做完模拟之后，病人也会有时候会跟我讲说，哎，医生，其实虽然我的骨头被削掉了，可是我要的小脸并不是这样子的效果。其实你看到的脸不是只有骨架，其实还有软组织，就可能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方式，看可不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手术效果。这一类病人其实很多，就是我们骨头好像就是衣架，软组织就好像挂在衣架上面的衣服。当这个衣服是属于毛衣，当你改变这个衣架的时候，本身这个衣服就很容易垂下来。那如果今天你是挂的是一件衬衫，它因为很轻，所以说当我把这个衣架调得比较小的时候，其实对于这个衣服的影响其实是比较小。所以当我遇到一个病人，如果软组织比较厚，年纪比较大，甚至皮肤已经有一些下垂的状况情况下，如果他是希望能够透过削骨改善外轮廓，可是他不希望有任何下垂风险的时候，那我就必须得很老实的跟病人讲说，我们削骨的量就一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。我自己的习惯是分2个阶段，因为有时候我在当下做完硬组织、做完骨头之后，其实我也不是那么厉害，可以马上预期到说你的皮肤下垂的量会多少。先把骨架、把这个基底先做好，那隔半年消肿之后，然后再看看软组织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提拉，那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改善。讲实话，是什么事情都有极限，医生的极限跟病人的极限有时候不太一样。追求这个美对我来讲，第一个当然是要安全。我最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看到几个病人都是可能几年前做完削骨，当下病人其实是很满意的，可能随着年纪变大了，他反而会觉得现在削完骨那个脸型看起来是比较不自然。现阶段他可能觉得说他想要一个比较自然的脸型，他会问我说可不可以再把一些骨角垫回来啊，把一些比较凹陷的地方再补回去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常常在做削骨的咨询的时候，我都跟病人讲说，衣服你今天穿，你可以穿一个比较有季节性的，可能过2季3季不流行的，你
不要传就好。脸这件事情，你可能要看10年、20年、30年、50年，而且不是只有你看，你的另外一半、你的家人、的朋友要看。可能你现在设计的这个脸型，可能适合你这个年纪，可是是不是适合你10年后、20年后，是不是那么适合？所以我都会希望我的病人选择的是一个改善，可是还是要一个耐看的脸型。对我来说是我的极限。头吗？你说这个头吗？头大其实是好事。其实头有功能的，它是保护脑袋的一个结构。一般来讲，除非你是有比如脑压过大造成脑水肿那些的话，我们会透过一些手术去让头变小，可以透过一些发型的设计啊或怎么样，其实可以达到修饰的功能。今天录这一集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，也是告诉我自己，其实除了正颌之外，我也会做其他的手术，偶尔也是要写其他的文章。我知道，反正重点就是我很爱做正颚，可是我也会做小骨，可是你们不一定要来找我小骨，可以找林伟农医师或者是林业斌医师就好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1年后见。太久了吧。